1976年的一个深夜，解放军305医院躺在病床上久睡不醒的周总理忽然醒了过来。周总理的精神与之前相比好了不少。见此情景，警卫人员心中十分激动，以为总理经过长时间的治疗，终于要好起来了。但是医务人员却表情凝重，他们知道周总理恐怕并不是病情好转，而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。周总理最后的时刻怕不是要来了，医务人员紧紧守在周总理病床旁边，时刻准备着要从阎王爷手里抢人。周总理用尽力气，对他的主治大夫吴杰品说道：“我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儿了，你还是去照顾别的病人吧，他们更需要你。”医务人员听到周总理这样说，都不禁泪如雨下。难以想象，敬爱的周总理在遭受病痛折磨的时候，仍然牵挂着人民群众。本期视频便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内容。在此之前，请各位看官点点关注、点点赞，以便观看后期更新的精彩视频。周总理时刻牵挂着人民群众。1972年初，周总理被查出膀胱癌，这个病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，大家并不知道。只是查出来的时候，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了。然而，从被查出癌症那天起，周总理仍然没日没夜的工作，每天的睡眠最多是3、4个小时，有时候甚至几十个小时都不睡觉。医生们仍不敢相信总理得了癌症，劝他做全面检查，他不愿意。周总理看着医生，目光镇定、沉思，以及一丝淡淡的哀伤，带着恳求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们先不要忙，先让我忙过这一段时间。再说，已经查出癌症了，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有时间多忙几天，多处理几件事，已经可以了。”那个时候，没人知道周总理已经多久没合眼了，也没人知道周总理究竟处理了多少工作。只知道周总理房间的灯一直亮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周总理问站在一旁的秘书还有多久。秘书低下头看着腕上的手表，回答道：“总理还有14分钟。”周总理点点头说：“你们做好准备，我去刮胡子。”原来周总理是有外事活动，一般总理进行外事活动时都会整理仪表，他认为这是一种礼貌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但秘书仍不见踪影。顿时屋里屋外乱作一团，周总理不见了，大家焦急地寻找着。突然有人想起周总理说要去，大家相互提醒着，谁也不敢大声说话，就怕把总理吵醒。可是周总理似有感应，他突然睁开眼睛，说了一句“哎呀”，便抹着脸向外跑去，一边跑一边说：“糟糕，我睡着了，迟到了，迟到了，这次怪我。”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懊恼。工作人员跟在后边，也抹着脸，不过却是在擦着眼泪。后来大家都被总理的行为感动得流泪了。1975年，因为癌症越来越严重，周总理不得不前往医院治疗。周总理的病其实早该进医院及时治疗，拖久了不好。但是总理总是很忙，不仅总要进行外事活动，还要在国外处理各种文件，于是住院治疗的事便一拖再拖，这一拖也就更加严重，直接让总理元气大伤。在住院之前，周总理还会见了罗马尼亚党代表团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会见来宾。在1975年1月底，周总理还召开了一次会议，在会议上他说：“我现在在病中，已经不能工作了。我们的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，现在他已全面负起了责任。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，你们可以完全相信。”确定好各级分工以后，周总理才放下心来。周总理似乎总是不放心，其实这不过是因为他心系国家人民罢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周总理又在会议上说：“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，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面。”语气中全是不舍。住进医院，周总理便一直在做手术。又一次做完手术后，周总理便对为他包扎伤口的医护人员小声说道：“叫李斌同志来。”李斌来到周总理病床边，侧耳俯身倾听总理说话。于是总理微弱却又坚定的声音回荡在他耳边：“云南西矿工人
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？”李斌轻轻回答：“知道。”周总理便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，马上就去。”总理说完，鼻尖已经冒出了细小的汗水。李斌强忍住泪水，点着头哑声说：“我就去，请总理别说话了，千万要好好休息。”说完，李斌快速走出了手术室，他怕让总理看到即将落下的眼泪。这次手术以后，周总理更加虚弱了。叶剑英元帅探望周总理以后，便对周总理的主治医生吴杰平要求，要想办法能延长1天就延长1天，哪怕是多延长1小时1分钟，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的责任。可是似乎没有人能够留住周总理。到了1975年年底，周总理的癌症越来越严重了，他已经无法正常进食，只能依靠鼻4环来给身体提供营养。由于各种病菌不断繁殖，产生新陈代谢，留在总理体内，而已经扩散到全身的癌细胞，让总理的身体无法自主排毒，于是他的体内总是聚集着大量毒素，无法排出，损害肠道。在人生的最后时刻，周总理常常发着高烧，腹痛难忍。可是每次剧痛袭来，总理从来不说话，总是竭尽全力保持自己的面部表情，不让自己失态。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，便小声哼哼，请求道：“吴大夫，打一针。”总理不愿意叫任何人分担他的痛苦。1976年1月份，周总理的病情多次告急，病危通知单也下达了好几次。医疗专家们召开紧急会议，研究各种应急方案，同时明确各自分工。比如，一旦周总理发生任何情况，警卫员要在第一时间通知专家组前往病房进行抢救。再比如，严格限制出入病房的人员，确定可以进入病房的非医务人员名单等。1月7日，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，这个时候总理已经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了。所有医护人员都不敢离开周总理，日夜守在总理身边，生怕总理突然离开人世。直到深夜11点，一直昏睡的周总理突然醒了过来，看起来似乎精神了许多。他对守在身边的主治医师吴杰平说：“我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了，你还是去照顾别的病人吧，他们更需要你。”病房内，人们心中无比酸涩，即使是在病危的时候，总理的心中依旧是人民。过了一会儿，总理将目光看向了病房门口。医生发现了总理的小动作，便问他：“总理，你是有什么事要做吗？是要找邓大姐吗？她已经走了。”总理一言未发，只是轻轻摇了摇头。总理就这样一直看着门口，到了深夜12点多都还没睡。警卫员看见总理的精神好多了，因为总理的病情得到了缓解，心中十分高兴。但医生们却觉得不太对劲儿，一个重症病人突然毫无预兆地好了起来，他不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的样子。一般人如果回光返照，也就是说明这个人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。果然，正如医生所想的那样，周总理就是回光返照。1月8日上午8点，天空亮了起来，只是这天气实在不太好，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天空灰沉沉的，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解放军305医院内，专家们正在分析着周总理的报告，并根据这些报告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。开完会后，医生们来到周总理的病房查看心电图，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，便去其他病房查看。没过多久，巡视的医生又回到了周总理的病房。这一次，他发现了不对劲儿，总理的呼吸轻快，每分钟差不多有30来次。医生赶紧按响了紧急铃，医生们纷纷赶到，对周总理进行抢救。根据总理的病情，需要做气管内插管，然而根据规定，做手术之前需要询问总理本人的意见，于是便将嘴贴近周总理的耳朵，说道：“总理啊，你的支气管被脓痰堵住了，阻碍氧气进入，很危险。现在需要从你的鼻孔插几个橡皮管进去，把痰给吸出来，再输入氧气，你的身体就会好很多。您同意吗？如果同意，你就点点头或者眨眨眼睛。”
总理有着很强的求生欲，因为他放不下中国人民。于是，总理睁开眼睛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得到总理的回应以后，专家们抓紧时间进行抢救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总理的身体随着抢救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。医生们只能看着周总理的心电图慢慢变成一根直线，看着周总理离开人世。病房内沉寂了好一会儿，终于不知是谁忍不住了，哭着喊道：“总理，总理！”顿时病房内医生们哭作一团。此时接到消息的邓颖超也赶到了医院，她哭得尤为伤心，因为她连自己丈夫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邓颖超趴在周总理的遗体上哭道：“恩来，我来晚了呀。”然后她颤抖着手抚摸着周总理的脸庞，轻轻吻了一下总理的额头，又说道：“恩来，你走了。”周总理出殡那天，人民群众自发走上街头，为敬爱的周总理肃行。那天的长安街密密麻麻全是人群，大街上所有人哭成一片，一眼望去满是悲伤。时光流逝，1988年的春天，周总理最爱的海棠花又盛开了。84岁的邓颖超在海棠树下回忆起已经离去12年的周总理。你不在了，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，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。在花下树前，大家一边赏花，一边缅怀你，想念你，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一样啊！你不仅是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服务着，你还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一直在给人民并肩战斗着呀！